爹娘留下的家产被你们霸占，还要把我当狗一样踩在脚下。应当为证，10年以后，我要你们哭着求我。喂，你要不要吃骨头？你给他做什么？好吃懒做，别给他撑死了。想给樊家泽，养他都不如养条猪。等存够了1贯钱，我就带着大青牛分家，再也不受这个气。啊！珊珊，我起晚了，饭马上。养你个白眼狼有什么用？太阳都晒屁股了，还想饿死老娘？爹娘，别打哥哥了！给我跪在灶前！没我的话敢起来，打断你的腿！再待下去，我早晚会被他们打死。牛啊，我要离开这儿了，跟着我可能会饿死，你愿意走吗？李正天，你疯了，往山上走！山里有豺狼，你还回不回来呀？不回了！牛啊牛，要是我能跟你一样不挨饿就好了。哎，牛啊，你干嘛一直推我？你是不是想带我去什么地方？你要带我来看的就是这个。那是什么？抓到了！这绝对是个古董，要是能换钱就好了。啊，鼎呢？出现。昨天那么深的口子，按理说今天该刚结痂，怎么现在已经痊愈了？二叔婶婶早该发现了，这么久没动静，估计是不追了。先找个平缓地歇脚。这宝贝挺管用。大青牛拼不过他，我得引开他。等一下，你先跑，我再跑。豺狼会跟着我，我上树，你躲回上山那片密林。看来又有新弟子出现了啊！哼！这畜生没走，再等我下去。再往里走是死路，牛也撑不住。走，我们下山。1天都没动静，
他们果然不在乎我。你这个狗崽子，偷了我的牛，要跑哪里去？我没偷，这是我的牛，我要带着我的牛离开，随便去哪儿都行，反正你家我再也不会回去了。看看，辛辛苦苦养他这么大，养出个不要脸的白眼狼。早知道他爹死后，我就由他去死，免得他到时候走了还要牵走我的牛。狗蛋儿，做人不要忘本。你二叔养你这么大，你不给你二叔婶婶养老送终，怎么还把你二叔的牛都给牵走了？这是我的牛，我爹留给我的牛，我凭什么要给他们养老送终？我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，他们打我骂我，他们的儿子吃得饱饱的，我却饿得只能偷吃猪食。我在他家连条狗都不如。吃点猪食怎么了？你还说牛不是你偷的，你连猪食都偷，你要我的这个饭！让开！我今日一定要走，谁要是拦我，我就跟他拼了！你走就走，死就死！你这么多年吃我的，用我的，终于让我3参秋颐5香，就把那条牛给我吧！你混账，占了我爹的房和田地，还说我吃用你的！我现在奈何不了你，但我绝不可能把牛给你！今日怕是要死在这里。住手！这铃铛是你的吧？确实是我的。来呀！既然他李争天命比草贱，那就像个亡命之徒一样拼了！今日不把我李争天打死，就别想从我手里抢走大邹、大青牛！死之前，我一定拉下一个垫背的！这狗崽子偷了我家的牛，我们正教训他呢。2位贵人，快走吧，别让这小子脏了你们的眼。分明是你们仗势欺人，我与师弟一早就来了，看得清清楚楚。看清楚又怎么样？管你们什么事儿？趁我现在还好脾气就赶紧走，否则，哼！你们快走吧，他们根本不讲理，这是我的事情，别被牵连了。你这娘们儿，再不走就留下来陪我们几个吧。你们这群混蛋，我的事情不要牵扯别的人，快走啊！要走，那铃铛要留下，被那狗崽子偷了的，也铃铛还给我！
你敢打我老婆！这是什么术法？神仙！甩了甩衣袖，就把人打飞了。你们哦，都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叫秋灵儿，这是我师弟元真，我们是太虚宗的修士，奉师父之命前来寻找这铃铛的主人，带其上山做我太虚宗的弟子，以后我们便是你的师姐、师兄了。太虚宗，修仙修道的太虚宗，他力争天要成仙了。小娃娃，跟我们一同上山吧。等等，仙子，等等，你认错人了，那铃铛是我的，你们应该带我走。真是你的吗？如果是你的，我们就带你走。可如果被我找到证据，证明你撒谎，我就把你变成哑巴。师姐，这铃铛就是我的，你尽管找证据。如果我撒谎，你就把我变成哑巴。好，这是你说的。你可知这铃铛乃是仙家宝物，只有在它真正的主人手里才会响。师姐，你诓我，这铃铛连灵蛇都没有，如何会响？怎么，它在你手里不响吗？这不是响了吗？轮到你了，接好了。记着，若是不响，我便叫你变成一个哑巴。好啊，你以为你能跑得过我吗？我叫李争天，愿随两位恩人离开，拜入太虚宗。这就是仙家法术。记住这种感觉，凡人一生不过方寸之地，却不知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。这里便是我们太虚宗的宗门所在，长留山。无论你将来遇见什么，切记守住本心。邱师姐，袁师弟，等等我们！邱师姐，等等我们！袁师弟，这么巧，你们步云峰也招新了？那可不，只许你们顺西风抢人，不许我们步云峰迎新。我可不像你们，我一次带回俩。争天，快来见过步云峰的袁雷师兄，他为人不错，就是那张嘴有时讨人嫌了些。他们和我是不一样的人。在下李争天，见过袁雷师兄。不错不错，崔瞻、崔月儿，快来见过师姐师兄，还有这位李争天哥哥。
袁师弟，你这也是要带他们去传功定测试灵根？是啊，总得测测资质。我兄妹二人的资质定是万中无一，远超众人。袁师兄，他们说的测灵根是什么意思？检测你修道的基础。那灵根是什么？灵根决定你能否修道，以及能走多远。数量越少，资质越好。数量越少越好。单灵根是天才，相应地，灵根越多，资质越差。武灵根就是最差的废物，大部分宗门连看都不会看一眼。所以，如果你是武灵根，你就不能进入太虚宗啦，滚下山去吧！万一我真的是武灵根呢？到了，跟上。拜见苍梧长老。人到齐了，便开始吧。由我测试灵根，记录在册，你们便可直接入宗。你上前来。木、水、土三灵根，资质上佳。好，师傅要是知道来了一个三灵根的小师妹，一定大为高兴。三灵根就这么厉害了？那我到底会是什么？裴玉儿9岁，木水土三灵根。心头一震，5丈高，难道是？好，金水双灵根，资质绝佳。武灵根，果然是个废物。就算被毒打，被饿肚子，也从未像现在这样无助。我好像站在了悬崖边上。长老，征天师弟是龙吟凡中选中的弟子，这问天印会不会出错了？问天印从不出错，武灵根资质最差，我太虚宗不收。可龙吟凡中也从不出错，他既然能被选中，必有过人之处。恳请长老给他一个机会，哪怕只是做个外门弟子。机会可以去做个杂役弟子，去灵药园干活。3年之内若能突破筑基，并在宗门大比中取得成绩，我便破例引你入门。你可愿意？弟子愿意。征天，这是给你的，外门弟子入门的东西，我都帮你领来了。这是基础功法，你识字自己学透，成为炼气期没问题。但往后更高级的，就要用功德币换了。这个最重要。每月15，长老会外门弟子讲道，你握着它，就能身临其境的听。往里面投1枚功德币，还能联络藏经阁和灵药阁的管事。这个是宗门绿点和灵药种植方法，贴在额头就能看。
你务必记熟，千万别犯了门规。师姐，谢谢你。我们快到了，灵药山是外门弟子修行的地方，我把你送到管事那里。冷千章拜见丘灵儿仙子，仙子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！冷园主客气了，这是新来的外门弟子李争天，苍梧长老安排进灵药园的，你按规矩给他安排个地方。哦，就是那个武灵根的废物，谁都不要的垃圾，塞我这儿来了。原来是李争天师弟，甚好甚好。既然是苍梧长老安排的人，那必须得去个好地方。那就去北系吧，那里灵气浓郁，非常适合修行，保管师弟你事半功倍。听起来不错，灵气浓郁对你修行有好处。种子和粮食都在这儿了，我已经让仙眷送到仙子的飞船上。武灵根，这种废物也收进灵药园？哼，苍湖那个老东西就知道拉低宗门的层次。长老放心，我已经将他安排进了北齐。哦，北齐那儿有几个大妖兽正在肆虐，宗门还没来得及上报处理。我知道长老心系宗门，看不得这等不武之鹤，就顺手忠心呐。妖兽，你让信得过的人再种些复古花和阴差玄台，记住，一定要是信得过的。是，弟子遵命。师姐，这座宅院是我的了吗？想得美！3年内这宅子是你的，3年后我只有3年时间。这深山中独自修行，难免意外。这古苏能召唤涂妍希，你拿着防身。召唤妍希？他们性情温和，但一般不接受外门弟子调度。你若有事，吹响古修，再送些灵药，他们便会帮你。你现在无事，招来严叔岂不是戏耍人家？记住，妍希自尊心极强，不可言行无状，激怒了他们，谁也救不了你。师姐教训的是，妍希既有灵智，那便有了好恶爱憎，自然不能轻浮待之。我记下了。引气入体，五心朝天，感应天地灵气。只要能成功，我就还有希望。感应天地灵气，为什么什么都感觉不到？武灵根就真的连一丝灵气都感觉不到吗？难道我真是个废物？对了，上次伤就是喝了鼎里的水才好的，如果用它来盛粥呢？你是什么东西？
你怎么会从鼎里冒出来？吾乃上古神物，竟与这无知凡人定下天道大契，还拿我来城中，奇耻大辱！吾乃星烬，是这造物神鼎的器灵。这气势，崔长师兄他们跟这娃娃比，简直就是石头跟大山。器灵是什么？通灵法宝所蕴之真灵，修真者无上助力。天道选你为我心主，我便会助你修行，攀登大道。但你的天资很差，经脉羸弱，混杂浊气，在我眼中，你就是一颗还未发芽的种子。你天资虽差，但现在有个机会能帮你改进体弱，只不过过程艰辛，还有变为残废、全身瘫痪的可能。你可愿一试？这是什么？九幽淬脉水，上古修士断体用的神汤，我可这1瓶了。是喝了就行吗？你快住口！想死吗？神汤不就是用来喝的吗？你先听听后果，再用不迟。只是九幽淬脉水的淬体过程极其痛苦，一般人根本坚持不住。如果中途放弃，便会前功尽弃，甚至经脉寸断。不少修士还会在淬体过程中因承受不住痛苦而变得神志不清，道途全毁。你说用这汤淬炼过后，修炼能畅通到什么程度？打个比方。按你们现在的说法，用这汤淬体过后，你的修行速度约莫就能赶上3灵根吧。3灵根，是不是修行之前就已经能感受到天地灵气了？不错，那这要怎么用？将汤倒入浴桶，净身后全身浸入，仅留口鼻在外呼吸，坚持到汤色变清即可。你需要每隔10天泡1次，一共泡9次。怎么，你怕了？不，我只是觉得这么一小瓶会不会不够用啊？这9瓶是一个法器，看着小而已，里面装着汤，足以灌满一个大池子。神奇的宝贝，给的东西也一定很神奇。这么痛，效果一定不会差。是隔壁大青牛的呼吸声，怎么会这么清楚？痛了一夜，不但不累，反而浑身都是劲儿。爽！这就是灵气，我能感觉到了。就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水去抓东西，明明就在眼前，却怎么也抓不住。进来了，灵气，它进入我的身体了。从这一刻起，我李争天不再是旁观者了。有了灵气，我倒要看看这所谓的灵药能被我种成什么样。这活可不轻松。躲什么？今天你可是主力，去吧，这些草够你吃一顿了，别浪费。
活是一定要干的，甩是没法甩掉的。今天咱们就离3亩，离完放你回去休息。停！好累，什么都不想干了。就差一点，就差一点。能与天地灵气形成自然感应了，悟性不错。星际，你醒了？你说的自然感应是？第一次你忍下去了，以后几次你未必忍得。我看也没那么痛嘛，无为，无所不为。我倒要看看，现在你能奈我何？光修炼不吃饭可不行，看来得给你我再找点口粮了。无需功法引导，灵气便自发入体。原来是道心自然，随随便便就触碰到了天人交养之境。呵呵，难怪天道选了你，但天命可不好背负，希望你能撑得久一些吧。啊！阁主，妍希是宗门保护的灵兽，要是被发现了这玄台，你放心，真要闹起来，咱们头上还有人护着呢。世界都在安睡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受苦。好想把大青牛那呆货也拉进来泡一泡啊！再对上二叔他们，就算拿着家伙，我也够了。本来不想打扰你，但是你看上去真好吃啊！三寸要千岁不息，四界千个飞行，孑然雷神丧老天黑心。他并不知道，这场力量的觉醒，早已引来了黑暗中的猎手。自从爹娘走了，就没吃得这么饱过。明天就是15。宗门讲经，可不能在垫底了。这时，我能看到自己身体里面了。好舒服，这里是。哇，你不要这么吓人好不好？一声不吭的。
这里是哪儿？你的丹田。哇，我的丹田有这么大？大吗？我的地盘，搞得我跟不受欢迎的客人一样。等等，这是星辰果。这是什么？它活着便能产生无穷灵气。你将这星辰果抛于井中，它会在井中发芽。你再用这井水浇地，灵药便会生长得十分旺盛。井水还能吃吗？井水会充满灵气，灵芝喝了，之前半年一收，往后3月便可一收。3月，那就是2倍的功德币，我能换更多功法了。这么好的东西，要是它长大结果了，我能不能拿去兜售？兜售？你是想给你自己招来灭顶之灾吗？喂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李争天。你怎么不问我叫什么名字啊？那你叫什么名字？嘿嘿，我叫鲁豫。我看你听得这么认真，你应该是个杂属性的3灵根，或者至少是个属性相合的4灵根吧。我一个最差的5灵根，竟然被误会成大腿。兄弟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是个属性相克的4灵根，自己是拼不出来了，只能靠抱大腿了。我看你就是个大腿，以后咱俩打好关系。哦，争天老弟，你在哪作风？如果离得近，我以后可以经常来拜访你。炼气2期，我终于突破了。这就是5灵根的缺陷吗？吸收到的灵气根本留不住。混账东西！阁主，那玄台里丢失的灵士要怎么办？那个物件被操控着跑进了密林，这要是被人发现，你问我怎么办？找，当然是找。可灵药园这么大，我去哪儿找啊？那玄台对灵士有感应，你带着阴池玄台去找，找不到，你也就没了。是。那要是有杂役弟子见过，要不要我？哼，就灵药园这群杂配，见过那东西还能活？放心，不用你动手处置，但你必须把那个物件处理干净。明白。怎么回事？太快了！这不是熊，这是个死物。
水。这东西会顺着我的气味找到我住的宅子吗？没义气的家伙！对了，上午打的那袋盐水有用。阁主，这头熊还有那只鸟里的，都收拾好了。好了，所有跑出来的东西都找回来了，一个不差。这虫子吃的活物越多，能力提升越快。这次吃掉一个杂役弟子，竟然都生出些灵智了，还会包抄攻击，真是意外之喜。不公，都是不公！我要解决他们，我要毁掉这一切！醒儿，就这点定力也能背负天命吗？不，我不是只有仇恨，我还有吸气，呼气，呼气。我不是我，我只是一个物件，没有痛苦，没有杂念。好险，差一点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我的身体竟然强到了这种地步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的身体明明前所未有的强大，为什么修为却被死死锁住了？还是不行，灵气太乱了。成了。炼气4层，竟与3层有如此天壤之别。非是境界之别，而是你的4层与众不同。行迹，你终于肯开口了。你淬体11次，又以极不寻常的方式突破，
如今你的武灵根已转化成了混沌灵根。混沌灵根，那是什么？闭眼内视。这些灵气不再相克了。混沌乃鸿蒙未判之时的本源，自此以后，你不再受灵气属性制约，可自如掌控天地间任意一种能量。你是说我的武灵根现在比单灵根还要厉害？确实如此。不过什么？混沌灵根消失万年，如今现世，说明因果已动。天道给了你这份机缘，也让你背负了逆天而行的重恶。你是说我是天道选中的棋子？你是为了应对即将出现的异术而存在的。若你修行太慢，不等异术出手，天道也会像丢弃废棋一样，让你在凶险中消失。异术什么时候会出现？也许就在这几百年。在那之前，你若不九死一生去变强，便只有死路一条。几百年，够了。站住！你是来修道降仙的，还是来放牛的？这畜生不能上船！为何拦我？玉简写明，杂役弟子的灵宠可随行。灵宠？你管这头土牛叫灵宠？他已开灵智。上是上得，但这船空间有限，你带头牛上来就要挤占别人的位置，你忍心让同门师兄弟受罪吗？睁眼说瞎话，这是要逼我弃牛？还上不上？让这么多人等你一个，误了大比，你赔得起吗？既然上不得，那我不上便是。哎，你这小弟子不上船可就没机会参加大比了。我牵着他，御剑跟着。御剑带一头牛，你发什么疯？随你便，死在半路别怨人。卡拉，上来。给我加速！我就不信他一个杂役能载着2000斤的畜生飞5个时辰。他还没掉队，甚至在笑。还阵，撞死他！怎么可能？快看，那是谁？扛着牛飞进来的。你是存心跟我们过不去吗？我不上船，和好过不去？大家评评理，这杂役显摆能耐，有船不坐，非要御剑，故意让人以为我们欺负他。宗门大比在即，你却把灵气浪费在显摆上，简直是不识好歹。颠倒黑白就是内门。既然是好意，那待会儿大比若遇上，两位师兄可千万别手软。瞧瞧，这就是咱们灵药园的天才杂役。宗门大比还没开始，就先在这儿摆起谱来了。师弟，不是当哥哥的说你，没见过世面不要紧，但丢了太虚宗的脸面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聒噪！若非宗门重地，现在你们已经躺在地上数牙齿了。去，哪儿来的杂役？咱们这儿不收纳灵宠，别挡着贵哥的路。请问
店里收容灵宠吗？我看看啊，哎，把牛牵远点，弄脏了地你赔得起吗？牌子挂错了，现在不接了。哎呦，客官，您瞧我这眼神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帮我照看灵宠，要最好的草料。因为是旺季，这住宿加照看，每天得20块普通零食。3天房片，剩下的5块是你的，多费心。得嘞，您就是我亲大爷，有什么吩咐您随时吼一嗓子。这几年攒下来的家底，足够在大比上换点有意思的东西了。李兄，你在这儿，快，咱们一道去报名。哪来的臭味？又是这群土包子，脏死了，离远点。灵药园弟子李争天，入宗年份：灵根品期，天虚1300年入宗，武灵根。武灵根？你是在拿宗门大表开玩笑吗？武灵根也敢来？这报名费怕不是打水漂了吧？人家可是名人，没准是想上台表演怎么放牛呢。井蛙鱼海。苍梧总管有令，若我3年内筑基，可破例参加大比。哼！算你命硬，拿着。师姐，师姐，那放牛的小子出名了。李争天，他被驱逐出宗了。正相反，他筑基了。就在刚刚，他拿着灵牌报了名，把那帮看门狗的脸都打肿了。3年筑基，武灵根竟然真的逆天改命了。还不止呢，听闻燕无暇那俩货不让他上船，这小子硬是扛着几百斤的大青牛，踩着飞剑追了5000里。现在全宗门都传疯了，说他是扛牛剑仙。有这等韧性，龙吟凡中果然没看错。走，随我去访视瞧瞧他。好。坤火髓果然名不虚传，第1道裂痕修补完成了。我感觉到这尊鼎仿佛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。这只是开始，修补5道裂痕，你便能开启鼎中乾坤。鼎中乾坤？那是一个完整的上古世界，在那里，你将面对消失万年的蛮荒巨兽，甚至能窥见上古的神。师姐，元真师兄。男儿有泪不轻弹。我记得3年前那个放牛娃，个子小小就敢跟10几个大人对着干，怎么长高了，反倒成了哭鼻子的小鬼？在那深山里，再痛再难我都没掉过泪，但今天看到你们，我心里高兴，控制不住。若非当年2位救我于书审卷报之下，我李争天早已化作乱葬岗的一枯骨。好了，咱们现在是修道之人，得拿出仙家的派头。走，下去喝2杯，跟我们说说你这3年的惊天动地。这阵法比玄妙那老道的金丹阵法还要稳固。师姐，你结丹了？已经看得出来，半年前侥幸结丹。嘿嘿，师姐可是瞬息峰内门弟子中的佼佼者。哎呀呀！争天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来大比，是不是为了打败所有人，留在宗门？是。无论你是什么灵根，只要你能撑到最后，瞬息峰峰主一定会收你为徒，且待你珍而重之。你要面对的不仅是杂役，最后一场，考官会选进宗时间相当的内门弟子与你对决。我们有个不情之请，师兄请讲，争天万死不辞。我们希望在第2场优胜后，无论其他峰的长老如何诱惑你，你都要拒绝。坚持到第3场，打败内门弟子，
然后接受瞬息风风主的邀请。我答应你们，拒绝长老，直面内门，这正合我意。那些享有无数资源、高高在上的内门天才，我也想问问，凭什么看不起杂役？步法虚浮，灵力分散，不过是些讨好观众的花拳绣腿，不堪大用。灵药园大乱大咒，规则点到即止，不可伤人性命。1个时辰后，站立者胜。快看，那就是那个武灵根，那就是那个武灵根，小身板还筑基，怕不是瞒报修为，想上台找死？打红了眼，谁管你规则？打没了也就小惩大戒。这小子今天怕是没命下台了。你还真敢上台呀！你都敢上，我怎么不敢？我2年前就筑基了，修为稳固，这2天憋了一肚子火，正好拿你这个废物发泄。既然你是最厉害的一个，那待会儿我就先打败你。打他！解决这个武灵根！给我倒下！别人看不起你，你找他们报仇就是。为什么要发泄在不相干的人身上？就因为你觉得我比你弱。我不能输，我不能输给武灵根。怎么可能？我的破钢阵，我最后的底牌，竟然被一个武灵根徒手破了！这无声要是打别人早赢了，偏偏惹了这个煞星。远在我之上，他根本不是。我们等了6年，才等来这机会。别管什么规矩了，先联手把它解决掉再说。5个筑基联手打1个，这武灵根再强也扛不住啊！刚才不是还看不起我这武灵根，连话都懒得搭理吗？怎么，现在要5个打1个？你们变脸的速度倒是比翻书还快。动手！神呢？你们5个人在打哪儿呢？怪物！你是怪物！李争天，你这样锋芒毕露，就算赢了这一场，后面也一定会被所有人针对。哼，即使我藏拙，你们知道我是武灵根后，不也一样针对我？你们自己因为被人看不起而愤愤不平，遇到比你们弱的，却又理所应当的去践踏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哈哈哈哈哈！争天师弟，你好厉害啊！今天的宗门大比简直比我预想的还要精彩。干得不错。来，这是师妹夏青雨，瞬击峰最小的师妹，也是师父的心头宝。我厉害。见过夏师妹、师姐、师兄。我今日在擂台上锋芒毕露，只怕会引起不小的麻烦。你今日确实张狂了些，
恐怕已成了一个活靶子。怎么，你自己也知道？那你还这么做？知道应该谦逊些，但我怒气上头，没做到。我看不像，你不是想做没做到，你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，才敢如此。师姐看人真准。师姐不想扫你的兴，但有些话不得不说。你有狂妄的资本，但这宗门中能者众多，势力复杂，若是被有靠山的人记恨上，便得不偿失。就连我，有师父罩着也得小心谨慎。瞬息峰曾经也有过惊才绝艺的弟子，却遭人暗算，快速出世了。这般苦口婆心，倒像极了母亲在世时的模样。多谢师姐教诲，我记下了。哎呀，师姐担心的太多了，有我在呢。有咱们在，征天师地张狂些又何妨？咱们定能护好自己师弟的。就是，等你来了，我就不是最小的了，以后我也罩着你。别以为攀上一个内门弟子就有多了不起，这里的长老除了启蒙长老，没有一个喜欢你。可启蒙长老的名额早就满了。那又如何？就算你赢了，也没一个人会要你。好，开始比赛。你知道你最比不上文艺山的是什么地方吗？什么？嘴巴太多，讲话太烦了。竟敢这般羞辱我！你放肆！哟哟，武灵根，不会一个女人都打不过吧？你难道要打女人？可别太没风度啊！一个武灵根，你敢打我？你不让我打，上擂台干什么？滚一边去！这是你爷爷的地方。这不是让你一个人做的。我便一个人做了，又如何？我就知道你是个打女人的怂蛋。女人上什么擂台？娇滴滴的，碰一下就坏。为了不打女人，甘心被女人打，倒有大义，佩服佩服。是雷浩，炼丹阁那个怪物，他可是3灵根啊！听说他上一场一个人把炼丹阁25个筑基期的杂役弟子全淘汰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连上品聚气丹都能练出来了，早就内定他了。他来这儿根本就是降维打击。这气息，狂躁阴冷。和当初走火入魔的冷千皇简直如出一辙。看你那虚软的样，不堪一击。我几天前受了点伤，所以今天脸色还有些不太好看，热热身就好了。不要找借口，你输给我，与你是否受伤没有任何关系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等一下和你的对战可以用来给我热身。枯禅长老还让我小心他，简直可笑，连我一个脚趾头都不如。真的天啊，下一击必须动真格，让他彻底消失在擂台上，完成长老的交代。好快的速度，能被这样的强者打败，也算是你的荣幸了。就这实力，我都站在原地不动，让你打了，你都没有伤到我。怎么可能？小子，躲不过就躲不过，你嘴太硬了，我不喜欢。我看下一招之后，你还能说出什么来？双生火蛇，这是筑基中期才能使出的术法，只要被缠上，就会被丝丝咬住，直到彻底燃成灰烬。那李争天岂不是要……果然有古怪。
怎么会这样？我这一拳灌注了大量真气，是奔着彻底废掉他去的。他一个武灵根，灵气早该在经脉里抵消了，怎么可能接得下？承让，三灵根真实的威力我见识到了。再来，狂妄，去死吧！那人看样子好强啊，征天他会不会受伤？放心，这个叫雷浩的弟子已经输定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真的，而且从头到尾，征天他甚至都没有使用真气，他仅仅是凭肉体在和对方进行切磋，而对方很可能已经使出了全力。二言之，征天师弟他一直在戏耍着雷浩。哎，看样子师姐说让他低调谨慎的那些话，他是一点也没有听进去。你连2条火蛇都控制不好，现在凝出3条火蛇，你却又觉得自己行了？哈哈哈哈，真听话，给我吞了他！完全是在生死边缘来回蹦吧！时间越久越吃力，我竟然真的斗不过一个武灵根，那我变成3灵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有后招，实在让我太失望了。啊！这是什么？冰魄玄光镜，能让筑基后期强者都束手就擒的法宝，怎么转眼就到了他手里？他的速度怎么可能这么逆天？啊！这小子动了真格，想废了3灵根苗子，休想！停！年轻人气盛，成王败寇，擂台上生死由命，长老息怒。什么狗屁长老？雷浩招招要我的命你不阻拦，我一还手你就下死手，这公平可真够可笑的。本场比赛李征天获胜。征天，把你今天缴获的那个东西给我看看。没错了，这真的是冰魄玄光镜。这等阴毒的物理，怎么会在一个杂役弟子身上？这玩意儿很厉害吗？极其邪门，被这镜子照过，神魂会遭到严重侵蚀，日后修炼必定心魔丛生，道途从此彻底断绝。而且它发动时无声无息，防不胜防。我的亲娘呀！还好我手快，当时见他手里白光一闪，就直接扑上去抢了过来。你再让我瞧瞧，我弄来还没仔细研究过呢。祖宗，别乱动，这东西反噬起来能要了你的命。征天，这块玄光镜不能留给你，我必须立刻将它上交执法堂，请宗门高层彻查雷浩的底细。雷浩那个蠢货，连2条区区火蛇都控制得粗鄙不堪，还被一个武灵根的废物当众嘲笑，简直丢尽了我的脸。你去，让人把这2盒9转涅槃丹给巡天峰峰主送过去，告诉他，他知道怎么用，只要再准备另一个杂灵根做药函就行了。再给我一些时间，哪怕是双灵根，我也能用丹药硬生生喂出来。怎么回事？三队长，这……本来好好的，只要多躺几天就行了，但刚刚他突然就内脏大出血，不出片刻就没了声息。
他走得这样蹊跷，事情可能真像你们怀疑的那样，十分复杂。灵儿师妹放心，执法堂一定严格彻查此事。有劳了。不过我还有一事想要告知顾队长。我听说有传言，这雷浩最开始进宗门的时候是4灵根，可他倒下的时候却是个3灵根。怎么会有这种传言？一个人的天资生下来便是固定的，从未听说过什么人活到一半还能从4灵根变成3灵根的。灵儿师妹，你怎么会把这种谣言当回事？若雷浩真是由4灵根变成了3灵根，那此事一定非同小可。若真有这种手段，必定有大把的人付出一切代价也要得到。若是这手段得通过牺牲他人方能实现，那宗门上下恐怕就不得安宁了。如果确认雷浩入宗门时真是4灵根，我们执法堂就算翻个底朝天，也一定彻查到底。为什么他们又这样看着我？哈哈哈，我这仙鹤往日里可冷淡得很，和媚妞他们待一起久了，竟也变得亲人了。乖乖，我以前觉得我在灵药园那破宅子就够气派了，跟你这一比，我那简直就是猪圈啊！师弟若是喜欢，往后便搬来与我同住吧，反正空房间多的是。别，借住几日便好。我是个糙人，这样精致的枷锁，我怕我晚上睡觉都不敢翻身。师兄，难道所有内门弟子都有这待遇，还配丫鬟小厮？哪能啊！元真师兄这宅子是他自己家族出钱出力给安排的，咱们这些普通内门弟子该住哪儿还是住哪儿。不过咱们的洞府虽然比不上元真师兄这般精美，但各安其事，咱们也不羡慕。元勇师兄，你怎么也过来了？我听青羽说，前几日本打算带你去百炼阁寻几样称手的武器，中途遇袭没成，所以我特意给你送来这件法宝。这玉佩有清心凝神之效，平日贴身佩戴对修行有益。最关键的是，它能抵挡筑基修士的3次神识攻击。这确实是个好东西。郑天，之后的比试会越来越激烈，对手的手段也会越发狠辣。你在深山修炼，虽有筑基修为，但无师傅教校，尤其是神识这一块，必定十分薄弱。往后的比赛极易被有心人针对，有这块玉佩正好防身。多谢元勇师兄，光有玉佩不够，3次抵挡终究有限，要想保险，还得自己学法。郑天，随我去练功房，我临时教你几招防御术法。元勇，你也一起来，我正好检查检查你的功课。完了，又抓我当壮丁。听说了吗？那个李争天绝对是练了什么吞噬别人的邪门功法。邪修，这话可不行乱说，被发现了，可是要在修仙界人人喊打的。那你说，他一个连灵气都用不好的5灵根，凭什么能打败3灵根？除了练那种见不得人的术法，还有别的可能？对，我还有个朋友也是灵药园出来的，他说这几年你有弟子失踪，连灵药阁的阁主都没了，妍希一族也跑了个干净。你的意思是，这都是李争天修邪功弄出来的？依我看，长老们就该立刻派人去好好查一查这小子，他身上绝对藏着见不得光的脏事儿。争天，金丹之前称为灵识，金丹之后方为神识。神识越强，感悟天道越深。高阶修士甚至能靠神识移山填海。对神识的攻击往往极为隐秘且致命，一旦灵识受损，轻则头痛欲裂，修为倒退；重则心智全无，神魂俱灭。你在台上斗法，肉身极其强悍，连筑基修士的真火都烧不伤你。若能将灵识强度提上来，便再无明显破绽。今日我教你一套基础但极实用的术法——9重盾。元勇，你来演示一遍。是，师兄。还算合格，
从这光影的色泽与韧度看，你已经修到了第3重盾，能维持半炷央的时间。有这盾在，即便是我想嵌入你的灵石，也要费些功夫。师兄过奖了。郑天，你现在试试，调动你的灵石去攻击袁勇的护盾，小心些，切勿太用力，否则会被护盾反噬，伤了你自己的灵石。师弟，你别一来就这么猛，小心灵石反噬伤了自己。我明明连1成力都没用到。不好！好小子，不光肉身强悍，连灵石都这般霸道。你若练熟了这9重盾，本次大比，你极有希望夺魁。夺魁有什么讲究吗？若能夺魁，便可成为宗主的名誉弟子，像副长老级待遇，对你一个杂役弟子来说，那可是一步登天。燕玄为了自己突破，害得师姐也无辜杂役殒命，做他的弟子，做梦！莫要谦虚了，这是润脉丹，好好练功，明日还有场硬仗。星剑，为何我刚才只是轻轻一碰，袁勇师兄的护盾就差点碎了？我的灵石怎么会这么强？废话，当然是因为我乃造物神鼎，与你微为一体。只要是金丹以下的修士，哪怕拿了顶尖法宝，也休想伤你灵石分毫。这么说，我这9重盾不学也罢。哼，算了，技多不压身。就是他，武灵根打废了雷浩，绝对是练了那种吸人修为的阴狠路子。离他远点，灵药园那几条人命，指不定就是他干的。别理他们，一群见不得人好的糊涂蛋。启蒙长老只收1个徒弟，大比之后，我们怕是很难在灵兽部碰面了。你想拜入哪位长老门下？今日比试，攀爬无常峰，峰顶插有旗帜，拔下旗帜，插回这高台前的炉鼎，前15名即获内门资格。哼哼，别高兴得太早。无常山乃宗禁地，山中无常，你们不仅要与人斗，还要与山中险阻斗，稍有不慎，就会把命留在里面。但在无常山，再多的阴狠手段也是徒劳，能依靠的只有天资和运气。针对我，那便走着瞧。本场比试不限手段，毕竟你们这些从最底层爬上来的蝼蚁，不择手段就是你们的生存之道。大师兄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灵儿，巡天峰那司徒允还在纠缠你，道侣之事不可儿戏，他绝非良配。师兄，我从未喜欢过他。李争天此刻正在参加大比，师兄，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？师兄、师姐，争天师弟的比试改在无常山了，这少说得耗上3、5天。无常山，那鬼地方可是活的。铁军长老疯了吗？拿禁地当比试场？走，
立刻去无常山。法器失灵，连这储物袋都变得有1000斤重。越往上，压力越大，犹如背到数万斤巨石。遇强则强，这无常山是根据个人的极限施加压力的。灵气调动不了，是谁暗算我？卑鄙小人，出来！快跑啊！没命了，没命了！这无常山高500丈，山中禁锢法阵压制肉身灵根，每3天只关闭半炷香。寻常弟子到300丈便会气力透支，只能等法阵关闭时御剑逃生。让我看看现在什么情况了。这弟子倒是不错，虽是杂役，资质差了些，但这般踏实本分、毅力可嘉，才是修道的好苗子。是个老实人，若他能进前15，我定收他为徒。大半天过去了，连半山腰都没到，那李争天绝对出局了。将比试定在无常山，真是英明。把有品格的弟子选出来，把那些资质差、能力弱的废物直接淘汰，大快人心。不到最后一刻，谁敢妄言结局？现在才半山腰，李争天未必出局，肯定出局了。过了半山腰，重力倍增，他怎么赶超？更何况，在山里待得越久，越容易碰上缠骨藤和浮影骨。这么久都没看到人，争天师弟肯定碰到大麻烦了。别慌，对争天来说，真正的危险只有缠骨藤和浮影谷，这2处绝地是会在山中移动的。天杀的缠骨藤，整整困了老子4个多时辰，稳拿的第一，现在连能不能拿到名次都悬了。无常山这么大，他才进山1天，哪有那么巧刚进去就碰上？万一就碰上了呢？按以往规律，遇见缠骨藤只有1/1000的概率，浮影谷更是极度罕见。不懂事的破曹！争天他不至于这么倒霉吧？不对劲，这黑暗太不正常了。在这破山里动用灵气，
消耗太快了，撑不住。什么鬼东西？看不到，只能伤点皮肉，那老子就不管了。李争天，祝你好运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是第一个上山的，全都没了，我变成最后一名了，绝不能就这么输掉。只剩下一个办法了，抢！他这是怎么了？明明他是第一个登顶的，怎么站在那儿发呆？嘘，他被灵雾台的幻境骗了，看他那架势，怕是要对幻境里的假人动手抢旗子了。哈，天亮了，老子终于甩掉这些鬼东西了。怎么回事？光线让影子出来了，那些怪物在看我的影子，再来几刀，我这条命就要交代在这里。有用，只要没影子就看不到。就是那里！糟了，在这黑屋里待了一整晚，脑袋越来越沉，四肢都不听使唤了，必须想个对策，否则灵力耗尽，我也要变成那些怪物了。大姐，把你的灵芝交出来！文一瑶，我出现幻觉了。算了，你走吧，我不能这么做。文一瑶，是我李争天，你看不见我吗？不，我不要你给我旗帜。要不我们来打一架，我打赢你，把你的旗帜抢了去倒行。文一瑶，你在跟谁说话？怎么有两个李争天？李争天，你去哪儿了？倒霉死了，我在一团会动的藤蔓中被困了几个时辰，现在又被一片黑影包围了，正想办法摆脱呢。那其他人呢？他们不是早就下山了吗？其他人？我看到还有好多人在后面啊。好多人在后面？怎么回事？真真假假，我到底在哪儿？我不是刚攀过了一级台阶吗？原来如此，全都是假的。啊！是浮影谷！李争天竟然把浮影谷带进了灵雾台，他是个好苗子，我们不能看着他倒下，必须立刻关闭阵法。关闭阵法？那筹备了2天的比试，岂不是全部作废？这责任谁担？进无常山本就是拼天资与运气，他被浮影谷缠上，只能怪他自己命不好。不用说了，我看他还能在里面强撑。若是他真能化险为夷，
我亲自向你赔罪，并收他为关门弟子，冠冕堂皇。福音谷极度危险，不管阵法，你分明就是想让他一个人没命。立刻启动小阵，昭告所有人，福音谷现世。已被困的弟子若想自救，必须拉一人做垫背，让所有人严加提防。已被困的弟子若想自救，必须拉一人做垫背，让所有人严加提防。15个时辰了，原来这鬼东西叫福音谷。想出去，就得抓个垫背的。是那个放暗器的阴险小人，来得正好，就拿你来顶替。朱正文，福音谷在你左侧。走开！呸！自私自利的家伙！哼哼，为了自己活命拉别人去淘汰，活该你被困在里面。长老们都在看着呢，绝不会让你这种小人得逞。哼！提醒的这么及时，原来那帮高高在上的长老一直在盯着我。断我生路！你们是铁了心要看着我倒下呀！文一瑶在这儿凭空消失，绝对是幻境。下一个经过的人也逃不掉，就算那帮长老传音提醒，陷入幻境的人也根本听不见，正好抓来顶替我。李正天本就被福音谷侵扰，神志不清，哪还经得起台阶的幻境蛊惑？必须立刻停下比试，救人！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只要他能以武灵根之身闯过此关，本长老亲自收他为徒。多收些魔者也是应该的。冠冕堂皇，就因为他是个毫无背景的武灵根，你们都不愿为了他去得罪铁军。武灵根，你只是个武灵根，你只是个武灵根，你永远不可能成才，你不配！你一个武灵根，为什么要抢其他人的资源？又是幻境，就因为我是武灵根，吸收一点灵气，都算抢你们的资源。武灵根怎么了？我偏要证明给你们所有人看！你要是再敢拿，他彻底消失！我是再看这的做事，谁让拿武灵根，那就消失，消失！你在气什么？我比他们所有人都厉害，可就因为我是武灵根，那帮长老就眼睁睁看着我去送命，这对我如何公平？你受天道关注，有我造物神鼎的助力，我给你的那些资源，他们有吗？这对他们来说公平吗？他们鄙视的武灵根，实则是远超所有人的混沌灵根。你到底在气什么？刚才是我不知好歹了。那倒也不至于，给你的越多，
日后你要扛起的重担也会越多，倒也不必不好意思。什么重担？好险，多亏会点醒了，要是刚才真被蛊惑着乱砍一通，真气耗光，就真的一点翻盘的余地都没了。可还有别的什么办法能让我摆脱这副阴蛊？看来只能靠自己了。也罢，那就搏上一搏。那些人跟我一样，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爬上来的杂役弟子，眼看就要熬出头，我怎么能为了自己脱困，却毁了他们的希望，拉他们垫背？既然火球能驱散这鬼东西，那我就燃尽全身灵气，把它彻底烧干净。第一关台阶，他竟然过了！这么好的苗子，你真要眼睁睁看着他出局？你的偏见怎能如此之深？这李争天虽是武灵根，但能扛过第一级坛阶，心性定力绝佳。铁钩，咱们还是别看着他折在里面了吧。晚了，他现在进了第2级石阶，那是个封闭的方盒，山中阵法会限制灵力，方盒更会检测术法精诚度。若要救他，除非他自己施展攻击术法，从内部打开一个缺口逃出来，否则谁也进不去。铁军这是咬死了不肯出手。李争天，你可千万得再争口气，自己闯出来呀！没门，没缝隙，被死死困住了。好家伙，宗门里果然全是些邪门宝贝，这可怎么出去？在外面我点火，你散开，火灭了，你又回来包围我。可现在你也跟我一样，被关在这个连条缝都没有的铁王八里了。跑啊！我看你这次还能往哪儿跑！怕火，能烧干净。还会自己长出来？这高级货我不怕火，得把家当护好。既然一点点烧没用，那就一把火全给扬了。好，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！给我走！化了！启蒙长老，我说到做到，只要那李争天能活着从无常山上下来，我就一定收他做关门弟子。你之前明明说只要他挣脱出来你就去救，现在又改成让他自己下山，你这分明是李争天他出来了，快去救人！福音谷呢？这李争天看样子是不需要咱们去救了。铁中长老，我看你也未必是真心想要他做关门弟子，你不如把他让给我。哎，你都收了那么多弟子了，哪还能悉心教导他？不如把他给我，我一定倾尽全力，用心栽培。不行，去我那儿，我那儿资源好，我愿意随便给他挥霍，不去他那儿，去我那儿，去我那儿。都不要吵了，他还差1级台阶呢。我们先看看其他弟子如何吧。解决你们，我是魁首，我要成为宗主的名誉弟子。别喊了，除掉几个人怎么了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我做掉你，又有谁知道呢？真是丢人现眼！
老夫之前竟当众夸过这等蠢货，恨不得现在就给他一巴掌。好，好啊！恭喜齐蒙长老，这文一瑶果然不负众望，之后定是您门下的高徒了。同喜同喜。在这灵雾台中调息，这里的禁制如此之重，他竟不觉得难受。灵气恢复了1/7，够用了。这地方让人心生敬畏。诸位，算我之前看走了眼，我铁钩也不是什么极好面子之人，这错了我就得认。我既然说了愿意筛李争天为关湾门弟子，那我就说到做到，你们不用再为他的去留操心了。我是外门长老之首，资源和实力远在你们之上，只有在我手里，他才能为宗门发挥出最大价值。哼，之前让他涉险的是你，现在抢着收徒的也是你，脸皮真厚。不过他手里的资源确实最多。铁军长老可别为了宗门委屈自己收一个武灵根，免得到时候收了又嫌弃人家。还是我来教导那孩子吧，反正我的部门不像铁军长老的那么大，我看顾得过来。那便等那李争天回来以后，让他自己在你我二人中间选吧。不过这李争天只要稍有点脑子，也知道谁的资源和实力更好，他应该选谁。好，那就让他自己选吧。哼！你这小子爬了这么久的山，其他人全都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，你竟还这么有活力吗？资质不错呀。你是谁？小子，你防心挺重的，别紧张。你竟然接连遭遇了缠骨藤和福音谷，还将他们都摆脱了呀！你的资质真是不错，有点意思了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你这怪物，为何不现身？藏头露尾算什么本事？我可是太虚宗的元老之一，你再这样对我不敬，我可就要治你的罪喽！太虚宗的元老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这是混沌灵根，你竟是混沌灵根！好恐怖的威压！只要他动动手指，我必死无疑。晚辈李争天正在参加宗门大比，路过此地，您就是太虚宗的元老之一。其实我是无常山的山灵，活了10万年，见证了太虚宗的创立。我又一直待在太虚宗，所以我自称一声是太虚宗的元老，不过分吧？活了10万年的山灵，无妨无妨，我都有数年未曾现身了，宗门里那些人只怕早把我忘了。我这老头活了这么久，最讨厌死气沉沉的东西。你这般精神反而深得我心啊！你先起来，你一进来我便觉得有所不同。刚刚用我的探灵尘测探了你一番，发现你竟然是个混沌灵根。我已经有数万年都没见过混沌灵根了，你小子只怕会成为一个传奇呀！元老大人言重了，弟子实在担当不起。不要谦虚，混沌灵根都是被天道选中的人，绝非常人可比。你成了太虚宗的弟子，是天赐给太虚宗的大机缘呐！我一个放牛娃成了太虚宗的大机缘，这也太折煞我了。不过，你身上还背着什么别的机缘吧？这机缘十分厉害，
不想被我发现，竟然将我的探灵尘给挡出去了。是造物神鼎，星印前辈在帮我隐藏，绝不能暴露。你在太虚宗似乎还未得到应有重视，只怪现在太虚宗的那些修士太无知了，竟连天地间最具造化的混沌灵根都不认识了。我作为太虚宗的元老，理应代太虚宗向你赔个不是。弟子未曾有怨言，元老大人怎说这种话？请元老恕罪。既然你不肯受我言语上的道歉，那我便送你一样别的东西，算是长辈给晚辈的一点见面礼吧。这礼物有些重，你可接好了。好重，这巴掌大的东西起码有15万斤。你小子能摆脱我的缠骨藤，气力果然不错。这礼太重了，元老大人，我受不起啊！你这小子虽然气力不错，但是还要多练啊。我给你的这个是无常令，太虚宗的人见此令如同见我。往后你只要亮出此令，就连太虚宗宗主也不能对你不敬。宗主都不能不敬？这礼太烫手了。这礼意义非凡，确实不能随便送人。你要是推辞，那我便收回。这无常令还能调令太虚宗的一支土石奇军，可在宗门遭受劫难时保护宗门。无常令贵重非凡，你可要收好了。你气力虽大，但这无常令太重。我传你一门功法，练成后能让你轻松使用无常令。掌中须弥诀，上卷无量之力，下卷随身空间，这功法竟如此清晰。多谢元老赐法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你在此地好好休息，待你能轻松拿起无常令，我便送你下山。若是练得太久，这大比的名次怕是保不住了。不用怕，我会帮你盯着外面。若是时间不够，我便分出一缕千军尘跟着你，直到你学会功法，彻底掌控无常令。15万斤，如今只剩3万斤了。元老大人，我已将无常令收入储物袋，准备下山了。既如此，你便下山吧，好生修行，莫要辜负了这等资质。我将无常令交给你，更是看重你的品性。日后你若成大能，肩上必会担起诸多重任。无论你挑了多少担子，若宗门有难，还望你能抽出身来，护宗门周全。太虚宗这般庞然大物，能者如云，怎会轻易有难？元老为何如此忧心忡忡？几万年了，我已被太虚宗遗忘。你出去后，如无必要，不必向任何人提起我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也不必来打扰我。这老者真的只是山灵那么简单吗？这李争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在第3级台阶那空无一物的地方，竟生生耽误了1天1夜。如今连前10都排不进，我还放话让他选我做师傅，我的老脸全让他丢尽了，他不配。你若反悔，随你的便，
只要李争天按规矩拿着旗帜下来，我岳晴定收他为关门弟子。第11个，虽然没进前10，但也绝对达标了。哪位长老会选我？周文强，别眼巴巴的看了，你看看那刘影碧，你在灵雾台幻境里的丑态，长老们看得一清二楚。为了夺魁，你竟妄图对同门下狠手，只可惜你施展的术法软弱无力，你的实力根本配不上你那狠毒的野心。夏峰主，您怎么有空到这儿来？这位气度不凡的中年男子，定是瞬息峰峰主夏松木了。弟子李争天，拜见峰主。好，比试辛苦了。李争天，前面表现尚可，怎么在第3级台阶当了这么久？弟子遭遇了福音谷，虽侥幸摆脱，但已力竭，昏睡了1天1夜。弟子认为，所谓考验，并非一味的艰难险阻，所幸最后还是赶上了内门弟子的资格。哼。哦，你靠自己摆脱了福音谷？在第2级台阶时，我被困一个方盒，那方盒将福音谷的灰雾一并困住，我便施展火蛇术，将那灰雾烧了个干净。武灵根竟能施展出将福音谷烧尽的火蛇术，这得何等恐怖的灵力掌控！李争天，虽说你是个武灵根，但我答应过，只要你下山，便收你为徒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争天啊，我对你的表现十分满意，我想收你。急什么？就这么一个武灵根，上限最高也就那样了，你也要抢？能被我这外门长老之手收为弟子，是你最大的福气。哼，好大的福气！铁鹫长老，你话可别说得太满，一边看不起人家，一边又不准别人收徒。论资源实力，这里谁比得上我？跟着我他才有前途。你那个破部门能对宗门有什么贡献？收弟子是为了栽培，是100年大计，而不是立刻榨取他的价值。争天，你不用怕，大胆选出你想要的师傅。长老，您能认可我，愿意收我为徒，弟子感激不尽。你实力上佳，我不只是愿意收你为徒，我抢都要把你抢过来。李争天，我之前对你确实有过几次打压，不过那也是为了你好，你应该能明白我的良苦用心，不要为了一时意气选错了师傅。岳长老确实待我不薄，但我若想走得更远，外门长老的资源远远不够。李峰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夏峰主，听说你刚出关，修为大有长进啊！有劳挂念，今日是大比出结果的日子，还是别耽误弟子们拜师了。呵呵，也是，感谢长老厚爱，但弟子有别的打算。打算？除了我和月晴，你还能有什么打算？我还要继续参加和内门弟子的比试。你疯了不成？身为武灵根，拜我为师已是你够得上的极限。内门弟子资质极强，资源是你们的数倍，还有师风亲自指导，同事筑基，他们能轻松碾压你。
以我的经验告诉你，历届以来，杂役弟子中的最强者，也比不上最差的内门弟子。铁鹫，你此言差矣。争天若是拼上一拼，崭露头角，极有可能被封主看中，前途无可限量。哼！但你也要清楚，一旦在内门比试中落败，你就失去了成为内门弟子的资格，一切从头再来。不止如此，你是武灵根，按规矩，你连做杂役的资格都没有。我和月晴长老才是你翻身的唯一可能。多谢长老好意，但我一定要参加接下来与内门弟子的比试。不论比试结果如何，哪怕因为成绩太差，最后被赶出宗门，连做个杂役弟子的机会都没有，我也全都接受。真是不识抬举，他以为他是谁，还想和内门弟子比，真是搞笑。哼，文艺瑶都拜齐蒙长老为师了，他一个第12名，敢拒绝铁进长老，我看他要滚回老家了。李正天，摆在眼前的你不要，偏要自讨苦吃，我真是对你失望透了。是失望，不过是没能如愿掌控我罢了。铁钩长老，这弟子既然已下定决心要参加下一场比试，你签了文书放他去便是，何故还要一直纠缠不休呢？让封主见笑了，只是这弟子不知天高地厚，我才要教训一番，让他警醒警醒。呵呵，你要让他警醒，我看是你自己该警醒吧。擅自筛改比试规则与场地，见李争天被浮影谷所困还不释救，等这弟子自己闯下了山，你又在这里摆谱，一桩桩一件件，你一错再错，有何德何能担接起这外门长老之手？我只是想为宗门挑出最好的弟子，但确实操之过急了。封主提醒的是，哟，看来铁军长老其实并不觉得自己有错，而是认为我们都不懂您的良苦用心啊。是。李争天，灵儿与元真一直在我面前说你的好话，今日特意来此一见。我观你不卑不亢，意志坚定，实力也不错，确实是可造之才。既如此，只要你在与内门弟子的比试中胜出一场，我便收你为徒，你可愿意？夏苏木竟是他而来，秋灵儿亲自送他，我早该想到的，我竟当着封主的面贬低他。我当然。且慢，我也听说了，你的表现非常优异，我也有意向要收你为徒。你意向如何？李争天，不用急着做决定，你只需要知道，巡天峰也为你敞开了门。哼，李峰主，你也不至于逼着这弟子立即做决定吧？我竟不知你什么时候也这般看重人才了。夏峰主火气别这么大，比试还未开始，急着招人确实不合规矩。我也只是想请夏峰主给个机会罢了。这眼神像条疯狗。唉，你的这群弟子可真无忧无虑的，令人羡慕啊。
真想不到，当初那个瘦弱的放牛娃，而今真出息了。这是师傅授意给你的，你在无常山损耗太大，这东西能帮你快速恢复。九转还原丹，轻松风竟下如此重注。好好准备，3天后的决赛，我与元真他们在青松殿等你凯旋归来。我定会竭尽全力。